这是我这个30多年来新闻生涯当中呢，首次是戴口罩来这个播出哦。当然，从这个景象大家看到，我们戴了口罩，中间放了这个隔板哈，保持了一些距离，就知道台湾的疫情呢现在开始变严重了。所以今天呢，我跟这个介老师呢，我们要共同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台湾疫情的一个最新状况。当然，介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明白哈，特别是全球的华人都说我们台湾是一个防疫的模范生，对不对？前半场守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呢？感觉上好像全球开始打疫苗啊，疫情都开始降温的时候，台湾却反其道而行，我们升了上来。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台湾的一个最新状况。那么5月11号跟5月12号是2个关键的日期。5月11号呢，台湾的这个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呢，他首度承认台湾呢现在确实是社区感染。事实上呢，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大概几个月，特别是从华航的诺富特的这个防疫旅馆的破口之后呢，很多防疫专家都认为台湾早就有社区感染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陈时中呢一直不肯承认，他始终没有松口过说台湾有社区感染。他用的词汇都是社区感染边缘，是接近社区感染一点点啊这样的一个模糊词汇。那么5月11号呢，他亲口证实台湾已经进入了社区感染。那么5月12号呢，这个情况更严重了，也就是说1天之内呢，台湾出现了16起的本土个案，而且有许多是感染源不明哦。大家知道感染源不明是一个最恐怖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感染源找得到你就可以匡列，找不到的话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况。所以在5月12号呢，一口气出现了16起本土个案，真是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过去呢，我们常常1个星期出现的确诊个案都没有这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境外从外面回来的。但是这次呢，一下子16起，而且通通是本土，这个消息确实是不太好。所以今天呢，我跟介老师我们就共同来报告一下最新的状况，同时来找一下原因哦。我想第一个先请介老师谈一下你的主观感受，您的个人防护升级了吗？你到中天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天很不一样？对我个人是高度升级，我现在非常小心，我随时都带着那个消毒的那个药水哈，带着那个酒精啊，我都是注意的，因为我本来就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有些措施是很有疑问的。虽然我不是防疫专家，可是我从常识看，我就觉得有一点疑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出入境的时候的管制哈，我所得到的讯息是比很多地方都差的。大陆在这个边境管制做得非常的严谨。我听了有朋友到越南的也是非常的严，也就是你人到了机场，你要分流啊。你一下飞机开始，你就要分流，然后在这个中间运输到，不管是你到防疫旅馆也好，还是到你居家隔离也好，你这个东西都要做分流。那我知道我们没有做分流，是，也就是说机场跟海港哈，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点。第二个，我觉得台湾我到现在还不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做普筛？也就是说，你匡列的人哦。你还把它隔离有什么用？你要立刻要做普筛啊！你匡列的都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你平常人你自己觉得感觉不太有点问题了，你可以自助的很快的得到这个政府的协助哈，帮你做普筛。那我们一个普筛要6000块，那很多国家普筛都是免费的，对，因为你要及早发现哪里有问题哈，只有靠普筛，靠猜测都没有用。那所以这个普筛，我觉得苏益仁他原来是疾管局局长，对，那我认识他，因为几十年前，好多年前我们一起去出国开会，他做过这个防疫官员的这么专业的，我记得在这个疫情咖啡，他就大力号召要普筛，那么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掌握你是不是疫情的实际状况，季老师讲的很对哈，因为昨天我还跟一个我的台商朋友聊天哈，他此刻正在上海。那么事实上，他3个月前他就告诉我，因为他母亲生病啊，所以他从上海回到台湾隔离之后呢，去这个照顾他的母亲。他当时就告诉我，他说秀芳，他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入境的这个。防疫怎么这么的松散啊？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破口，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回来的啊，你要搭车回家，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追踪，甚至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他觉得虽然有些地方呢有些管制，但是他觉得换外汇的这个窗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啊。他看到这个换外汇的人员就是用手去摸钞票啊等等啊，就钱递给你等等，他觉得这个上面这个应该是布满了细菌嘛，所以这个漏洞无处不在。所以他昨天呢看到台湾的这个
疫情破口之后呢，他就这个打电话给我，他说果然他当时担心的事情出现了。那当然他也讲了一些大陆的一些状况。我问他说你在大陆打疫苗没有？他说已经打啦。我说要钱吗？他说不要钱。另外呢，他说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只要有10个人打疫苗，比方说你这个社区找到10个人，还免费接送。对。那么有些地方呢，为了鼓励民众打疫苗，你打我还给你送便当，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措施。所以相对于刚刚介老师讲啊，事实上台湾不要说打疫苗，我们没有疫苗嘛，2300万人，现在夯不啷当疫苗就只有30万剂。这30万剂呢，而且都是 AZ 大家心存疑虑，不敢打，连医护人员都不打。我周边有很多的医生、护士朋友，我问他，哎，你们打了没有？来判断一下，我们要不要自费施打？因为自费施打有开放一点点嘛。我的医护朋友几乎都没有打。他们的资讯比我们多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那所以我想另外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您刚刚讲到。普筛，当然讲到普筛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会想，2300万人都普筛，当然也许这个台湾的政府就说了，我们这个姿势体大嘛，光是这个经费支出就不得了，台湾的财政又不是太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不考虑。但是小范围的普筛，或者我们用词精准一点，讲广筛有没有可能？什么样的广筛呢？比方说入境一律广筛，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嘛？因为现在入境的人数也不是很多每天入境人数很少，这个金额不会很高，而且风险很高是有必要的。另外，比方说像万华也好，像这个基隆也好。这个社区爆发了，是不是这个社区全部的广筛？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而且台湾自费普筛、自费这个筛检的金额很高，您刚讲6000块，本来是7000块，很贵很贵，全世界最贵啊！全世界最贵。今天在立法院，在那个还有在问陈时中那陈时中的给的答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服我。那秀芳刚刚讲也对，就是广筛。你现在要宽框列、速广筛这个其实在我们社会这个尤其专业群体里面提出这个呼吁已经非常久了。因为当时有很多破口都已经迹象已经出来了。我们甚至在台湾说没有问题的，出了境以后，人家发觉我们的人有问题，而且这个破口现在看起来有些荒谬。怎么荒谬的？我们机场，我们刚才那个重要的关键点我们讲了，另外还有就是防疫旅馆，像这次的这个防疫旅馆是华航的防疫旅馆它本来就应该要加强，因为机师是常常进出国境的他们本来就是高危险群，那这个里面本来它的防疫就应该要加强。可是这个防疫，我们不是现在已经很确定吗？2个多月前就有人在检举了，内部的员工就在检举了，然后公文旅行可以旅行2个多月，然后这个好多讯息都传出来了，它内部的这个管控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那没有得到任何，不管是这个桃园市还是这个陈时中这边的这两边的注重都没有，然后陈时中居然讲说，哎呀，病毒跑得比公文快，在这个公文再慢，跑2个半月，有人说我阿嬷都走到了，都走到了，都比你的公文走得快。对，我稍微解释一下，也许跟这个海外的华人朋友解释一下台湾的这个破口是怎么出现的。当然，我不知道你所在的位置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在上海在北京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等等当地有一些比较好的防疫措施也麻烦大家写下来，提供给台湾这个做参考，好不好？那么台湾的破口主要出在哪里呢？就出在刚刚介老师所讲的，我们在这个桃园机场的旁边呢有诺富特旅馆，这个旅馆呢后来在这个它是属于华航的属于这个华航航空公司的，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它就有一栋作为防疫旅馆另外一栋呢也有部分是作为我们看到这个境外机师的一些住的一些地方。那么照理说呢，分仓分流已经做得很清楚了嘛，应该是没有问题呀。但是破口出在哪里？出在住的人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员工却是互相流动，所以最后的破口出在哪里呢？出在这栋旅馆的一个主管
啊，他呢后来这个发烧，后来确诊，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他，包括其他旅馆的人员、清洁人员、打扫人员等等，他们没有分仓分流，他们都在这个旅馆流动。后来也包括了这个诺富特他的司机接送的司机，他也确诊，这个洞呢一发不可收拾。事情爆发之后呢，大家才在想，哎，奇怪了，诺富特旅馆它是最靠近机场、最危险的，不是应该检查管制最严格吗？怎么会爆在这里呢？然后诺富特的员工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2个半月前我们就提出了检举，但是呢，这个公文呢送到了这个指挥中心，送到陈时中那里，没下文。后来呢，消息传出之后呢，陈时中一查，陈时中就讲了这句名言哈，叫做‘公文当然跑得比病毒慢’。”公文确实跑得比病毒慢，没有错了，我们都知道，但是也不至于跑到2个半月啊！哈，这个公文送上去2个半月，无消无息，然后在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疫情就已经爆发，所以这个部分台湾人民非常非常无法谅解。那么这边火还没有烧完，现在呢北基移，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市可以说是我昨天访问专家用了遍地开花这4个字来形容啊。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遍地开花？当然，现在为止，感觉上都是在北部了，但是疫情会不会往中南部走啊？谁也不敢说。对，现在很多专家讲，这都是已经是社区感染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都出来了嘛。可是对于陈时中领导这个团队，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会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把它往下压。那么也没有真正做出，因为他没有真正做出正确的评估，而且对这个社会做一个透明度的有透明的一个说明哈。所以现在其实是人民对陈时中这个团队已经有一点点失去信心了。是。那么我想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情况比你这个陈时中这个领导的这个团队讲的要严重很多。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到底采取了什么严格的措施？今天在这个有人质询陈时中的时候，陈时中还说没有必要做这些筛检的，他认为会影响目前的这个整个防疫工作。他认为普筛只会更乱，会更乱。他坚持。这个我就听不太懂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立刻匡列的这些立刻把它筛检，然后呢，不要在那边怎么做呢？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你有症状的时候才去做措施吗？现在所有的措施要超前了。因为像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说，因为新北市这个万华也有案例嘛，这个案例呢就会匡列了100多人。侯友宜来看呢，他觉得这匡列的范围不够大，他担心将来就会有漏洞，因为你一定要广匡列、广筛检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做法。但是我想请教一下介老师，事实上我们台湾到此刻为止虽然在12号一口气确诊了16例本土个案，但这个16呢双位数嘛，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跟国家呢，我们看起来数字还是比较少，所以专家都说呢，别放弃，台湾这个时候还有救确实还有救。那我们看看全世界好了，你看看美国多么严重，英国多么严重，但是美国呢7月。他们的国庆之后，他们要解封了啊！对，英国 Johnson 也已经宣布，他们的城市也要解封了。对啊，为什么从这么严重，现在这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解封？这就是台湾专家一再呼吁的。此刻的解方只有一个，那个叫做疫苗，疫苗。对，所以已经不需要再去斤斤计较到底有多少确诊，他们的足迹公布每一个细节等等，这样子呢会把大家搞得人仰马翻。重点还是要有疫苗嘛，疫苗要拿到手。当然，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蔡英文，我们之前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口罩做得不错啊，酒精做得不错啊，当时也说我们会组一个这个口罩的一个队伍啊，口罩的队伍由政府来指挥，看起来是做到了，这点我们要拍拍手，做的是不错。但是现在为止，我们的疫苗呢，台湾产制的疫苗已经讲了很久很久。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其实生技产业算是台湾的一个强项。对。但到此刻为止呢，疫苗就是做不出来。对。而且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呢，政府团队也好，全部静悄悄，都不敢讲话了。对。再也无消无息哦。那现在只好向其他地方去买疫苗。买来买去呢，就买到2批疫苗啊。一个就是 COVAX， 这没有错嘛 ，COVAX 疫苗进来，这个是之前就申请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另外第一批疫苗就来得很古怪，对不对？突然之间全台湾民众都懵了，怎么搞的？
疫苗今天突然到了，连陈时中都说呢，他是突然之间接到消息，飞机已经飞在头上了才通知他，然后落地之后呢，立刻开始这个检验，这个过程让大家觉得很古怪哈，极度古怪的一个状况，是别的国家或是地方用剩的吗？打剩的不要的吗？集齐的还是有问题的？不知道哈。这些消息现在通通都是一个悬念。所以介老师你怎么看？我们台湾的疫苗困境有什么样的解方？当然大家想到了。在对岸，在大陆哦，他们的疫苗现在我们看到也援助很多很多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两岸同文同种。但是台湾呢，受限于这个民进党的政治意识，我们在疫苗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种政治意识，以台湾人的福祉、台湾人的健康作为最高考量？其实防疫本来就不应该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啊，最不应该有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要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最高考量啊，要打破一切藩篱啊。那现在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陈时中跟这个民进党这个团队，他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啊。当时我们想要买这个 Pfizer 的这个辉瑞的药，就是因为辉瑞的这个药，它在亚洲总代理是一个大陆的一个药品公司。结果就把这个东西搞撑了嘛，那就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作祟。那后来药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反映一个很残酷现状，就现在这个采购药的这个问题啊，陈时中根本在状况外了，也就是他没有掌控力。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在抢这些稀缺的疫苗，那真正能够抢得到的不多啦，真的抢得到的不多。那事实上，日本也是有问题，然后这个韩国也有问题，可是问题没有台湾严重，台湾现在就30剂，然后这个 AZ 连蔡英文自己都不打，你看哪一个地方不是这个要这种要率先有人率先，应该率先先打，率先要出来的，对啊，那他自己都不打，那你怎么能怪这些医疗人员不打呢？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就出在这个苏贞昌这个团队。然后蔡英文这个团队，那他们什么？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开始收心了。他这个搭了一个免费运气好的风车，因为台湾老百姓是极为自述的、自律的。对，真的，我现在在街上看，没有人少了很多，大家都在家里面。第一个保护自己，第二个也保护他人。对，所以台湾过去有这个成绩老百姓功劳最大。我觉得，那现在发觉政府该做的都是破口。对，前一阵子还有机师的这个他的本来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强制这个检疫的时间本来是5天的，就今天报道说，当时4月多的时候，有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就建议说要改成3天，我就不晓得他用什么专业来做这个决定，然后是因为他后面有关说的力道吗？还是他一个学社会学的突然变成公益专家？疫苗的采购也是啊，也传出有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重量级的这个立委介入嘛，所以当时这个复兴我们看到这个疫苗就破局了嘛。如果当时顺利的话，这一进来是几千万剂呀，而且那疫苗的品质不错，至少比这个 AZ 好哈。我想这个台湾的情况不会那么糟。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说蔡英文呢在昨天他就特别召开一个这个高层会议跟苏贞昌跟陈时中，因为在这个5月12号这一天台湾的股市受到这个疫情破口的影响呢，一下子出现了极大的一个跌幅，这是台湾史上的最大的跌点，可以说是爆杀式的一个下滑，股民哀鸿遍野。那么陈时中呢，本来他还说可能会升级到3级，我们现在是2级防疫嘛，本来说会升级到3级，结果股市暴跌之后呢，蔡英文就找了苏贞昌，找了陈时中去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开完会议之后呢，就改口了，就说应该是2级，不会到3级。确实，第一个这个股市承受不住，第二个接下来8月28号的这个公投民进党呢，如果这个疫情烧起来的话，公投看起来4项可能都会过也非常不乐观。所以此刻为止呢，恐怕在民进党政府的思考呢，是全力堵住疫情，还是全力堵住疫情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后面他的这个思考可能会在前面。但无论如何，对我们台湾来讲呢，对于台湾人民来讲，
台湾人民真的不太在乎哪一党执政了，对，也不太在乎你陈时中将来会不会选台北市长。我们在乎的是疫情不能够破功，因为前半场介老师说的多好，我们台湾人太守规矩了。防疫前半场的成功，模范生不是政府团队，是我们台湾人民，大家好乖。你看到我跟介大使今天口罩戴的密密实实的，虽然我觉得很热，好，但台湾人很守规矩，但。这个破功，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哦，希望能够守住。那么从疫苗来看，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请教介老师谈一下啊。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残酷，疫苗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现实的一个试金石嘛。对对。你看到这个印度的情况，这个。美国虽然 AZ 疫苗他们根本不打，但他之前他也不给印度啊，对不对？导致印度这么惨。我们台湾呢，感觉上在国际间，之前我们看到不是遍地开花嘛？国际间有很多很多的各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代表等等，支持台湾这个什么重返加入 WHA 啊等等，感觉上朋友很多，但是买疫苗都买不到，对，看起来完全跟民进党所宣传的这些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处理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哈，最大问题就是一直有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种阻挠，那让整个的这个防疫工作出了很多的差错。那在疫苗这块前面这一块都已经过去了。那我记得陈时中曾经讲过，他说大陆的疫苗还没有拿到这个。WHO 的这个认可啊，如果他得到认可，我可以考虑。那现在这个已经得到认可，因为大陆的那个国药集团的药前2天已经列入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的紧急许可名单上面，也就是经过了 WHO 认证。另外一支科兴去报道，大概这一阵子也很快就会得到 WHO 的认可，也就是世界国际组织认可的疫苗，其实不多啊，只有6支啊。国药是第6支啊，不容易的。那既然两岸大家同恩同走，现在台湾的疫情唯一的解药，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不管是短期或者是中期、长期的，就是疫苗。对，你现在现在蔡英文他们束手无策啊，30万剂疫苗后面在哪里？没有，然后我们自己的研发的疫苗也没有，都在那边望眼欲穿。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我呼吁他们应该真的要跟大陆方面要赶快接触，然后希望从大陆拿到一些应急的疫苗，国药也好，科兴也好，那以台湾人民的老百姓的健康福祉为最高考量，而不要再加入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了。那大陆也是现在可能是对外这个提供疫苗最多的地方，差不多我看到不同数据也有1亿多剂了，1亿多剂相当大的数量啊。那大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打疫苗的速率也很快。那台湾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疫苗从变成这个本来的一个喜剧到慢慢变成我们在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很多地方我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倒吃甘蔗，像美国开始都很惨，可是他现在囤积了5亿支疫苗，一切就以打疫苗为主。可是你看现在他很多地方的疫情就得到疏解，像洛杉矶很多地方都慢慢在解封、在开放，所以他们是倒吃甘蔗。我们前面我们疫情比较好维护的原因，其实我不是说陈时中团队完全没有做事，可是呢。第一个，老百姓的自动自发精神很强。第二个，我们是个海岛，对，没有什么人可以你只要边境管理好，很难有人偷渡的进来。可是问题就变成现在看起来，你那个边境的点都没有管好啊，连栋旅馆都没有管好，都没有管好，而且已经有消息告诉你，深和龙都提出了检举，都讲最关键的点没有吧？所以讲了半天没有抓住重点。现在我们也不是3折肱而成良医，而是经过了这个1年多，我们每天在吸收了解很多状况以后，就发觉陈时中团队没有抓住重点。第一个，你边境没有管好；第二个，你的筛检工作做得不够；第三个，你疫苗就放在那边放牛吃草这么久，然后你还要加上意识形态。你排斥现在最可能拿到疫苗的来源，
从于你的政治意识形态，这都是不对的。那现在真的说实话，如果我们有大批疫苗进来的话，我们不但解了燃眉之急，我们未来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有比较多的人注射疫苗以后哈，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这个来往哈，可能都会更通顺。那最近本来福建要实行小三通的，那后来突然停止了。那停止了就是说，因为台湾突然出现了这种感染的例子突然增加了10例，所以大陆那边就比较退缩了。他觉得你这个疫情没管控好啊，本来是你像这个金门马祖的居民进这个小三通进入到福建省的话，基本上就完全都不需要检疫了。都不需要这个所谓的隔离期了。然后从台湾地区的话，好像是2天，然后不过你只能在福建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啊。可是就因为我们这边疫情往上快速扬升之后，大陆就对我们采取限制。那如果我们再扬升的话，台湾很可能将来走不出台湾这个岛。确实，所以我们台湾本来是很严重的，本来是防疫的模范生嘛，但是现在全球的防疫都进入了下半场啊。在下半场，台湾恐怕没有办法跑在前面，可能要落后了。台湾是不是要经历过去年西方很多国家经历过的悲剧呢？当然，我们衷心期待不要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执政团队呢，或者是说防疫指挥中心呢，能够真的认真一点，拜托要收心。